为什么你做的 agent 跑起来总陷入死循环，顺手把一整月的 token 预算瞬间烧光？因为你把复杂的自动化系统当成了简单的聊天机器人来喂提示词。这根本不是模型智商的问题，而是架构降维打击。就这一步， AI 工程化正经历范式转移，早已不再是单点模型的角逐。最底层是提示层，处理人机交互；中间层是循环层，负责单体自主任务闭环；顶层则是图工程，处理多智能体的拓库编排。层级分得越清楚，系统才越稳。很多人以为 agent 还在卷提示词，其实顶尖开发已经进入了图工程层面的逻辑编排。循环工程 Loop Engineering 的核心在于定义触发器、验证机制和终止条件。它是把 AI 从被动响应的应答者变成了具备自我修正能力的执行者。Anthropic 团队曾经经历过严重的教训，为了处理简单查询，系统自动生成了50个子代理，结果因为协调逻辑混乱导致系统瘫痪。那死循环怎么破？最后靠的不是换个更好的模型，而是把系统提示词切分，强行加上边界约束，没别的。虽然自主循环很爽，但代价极高。AI 循环运行的 token 消耗是普通聊天模式的15倍，稍有不慎会瞬间烧光预算，这占了项目开发 80% 以上的成本波动。如果没做过验收标准，那死循环简直就是烧钱黑洞，但一旦跑通，收益也极度惊人。通过循环工程化重构后的系统，内部评估效率直接提升了 90.2%。这套机制已经不仅是省时间，而是把人的决策权从琐碎的反复验证中彻底解放了出来。进入图工程 Graph Engineering 层，不再关注单个循环，而是关注代理之间的拓库关系。像 LangGraph 这样的框架，通过状态图管理，让多智能体在处理复杂逻辑流时保持状态一致，这是目前生产级 agent 的设计的核心。这跟 LangChain 有啥区别？区别在于它把逻辑状态显示化，不再是黑盒流动。在生产环境中，这不再是玩具。目前 74% 的稳定循环系统都必须显示定义终止状态， 70% 拥有完善的自主验证逻辑。没有这些机械化的防线， agent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回顾2月份时还在做深思调试，5月份转向自我进化架构，到今天引入图工程编排逻辑线，其实很清晰，你正在把智能控制权从零散的提示词上移到可复用的系统架构中。这波演进，很多人争论是真创新还是哲学叙事，但从工程结果看，架构稳了就是赢。深入看一下 Agent Loop 的机制，这是个闭环，感知输入后触发思考，执行工具后进入验证。一旦验证没通过，循环逻辑会触发修正，直到达到终止状态或触发强制熔断。这套路子防止了系统陷入无限推理。给正在做 agent 工程的同行几个建议：一、别在简单任务上强上循环，那是工程浪费；二、定义终止状态必须比写逻辑更严谨；三、多关注可重用的技能包，别重复造轮子。要是真在处理高频任务，先把监控打满，装一套试试，反正逻辑都在那儿。未来的 AI 开发不再是看谁的咒语写得好，而是看谁的系统架构更稳，流程治理更科学。告别单一的提示词，拥抱系统级的工程编排，这就够了。